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5月14号星期四，又是个大太阳的天气，热。我昨天没睡好，昨天睡了6个小时，失眠了，很不常见。但是发现今年比去年失眠的频率就高了。他们可能刚一起训练完，看。我今天要自己跑一个15个1分钟快慢，热身了3公里，我们准备开始第一个。走。所以今天也起晚了，今天5点起来的，然后也没有着急的事儿，有点磨蹭。可以，3分24平均配速。嚯，看这个大长焦，像这种变速跑比较灵活，想怎么跑怎么跑。我今天目标就是每一个都在阈值就可以，就不冲到最后那一下，得慢慢的恢复平均1周2.5个。强度伤已经好起来了，不能天天跟他较劲。这周不恢复，下周又是减量周了，下周开普敦的比赛周。我昨儿看说明年龄组的锦标赛下一组了，还是单独的一个出发的位服，细节我还没看。我估计50多岁之前，这可能是唯一能去亚培年龄组锦标赛的机会，因为别的场成绩要求都太高了，正常我得跑到232才有机会。那开普敦太远了，去的人少。那个拿到完赛还多一块奖牌呢。完赛容易，但是想以年龄组的锦标赛身份参加不容易。可以3分22。这种训练你一听15个，或者原来我就是训练规律的时候30个，其实你仔细想，也就是15分钟的快跑，还分散成了15次，还好，心态就好一些。这周15个，然后下周减量，下周末比赛，然后下周我回来调整1周，再下一周就努力干。好的，再回来就努力干了，我觉得就彻底没事了。那种伤和困难就是你弱他就强，走，没有什么是不能过去的。
23。行，咱们待会儿再说，别听我碎碎念了。第14组3分21。可以。今天这15个比我上刚开始好那2天跑那10个可轻松多了，而且那10个还是休息之后的。这15个，哎呦，呛一小飞虫，哎呦，这季节。这15个还是昨天强度课之后的，到现在什么事儿没有。还有16秒。1、0，走。3分02，可以啊，可以，一点没事儿，一点没事儿，开心。伤病、困难，所有的事儿都是一晃而过，和漫长的11、12年的跑步，和漫长的这是几十年的日子比，那全都不是事儿。都觉得伤到深处的时候，觉得是不是就好不了？你说能完全好吗？有的伤不一定，但是在和伤对抗的过程中，我们就不能说拼命，我们就加油，加油干。自由模式了，走2步，然后慢跑。哎，可以看看大太阳下的大半城，什么都不如跑完强度之后的这种开心。喝个水，喝个水，慢跑，慢跑结束。今天这就又是一包那液体电解质，我那时候囤多了。但是发现冬天的时候看着2个大盒那个
夜里电击质说这得吃到什么时候啊？这一进夏天，差不多1天1包，瞬间没有了，又得买那个这边的那电解质粉了。最近没有回国计划，这周是个重要的开始，周六还有最后一场，周六集体合练，然后周六去神户3宫一趟。所以有可能这周我们的直播还安排在周日下午，有可能，因为我周六可能回不来。今天从我身上，就这段时间从我身上给大家印证一个伤病的做法，就是我觉得只要不是急性伤，就是你扭伤、摔伤，那其实都遵循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。可能一开始是螺旋下降，就是一天不如一天，然后它会慢慢的一天比一天好，就完全停下来，我觉得对于这种伤是不可取的，除非你就说我以后就不跑步了。昨天看评论区有小伙伴分享他的经历，我跟我好像，他说他的 LT2 在上半马的时候也是3分25，那时候我是3分24，他好像说他是3分25或者是26，然后他说在我后边一点点冲了线，但应该也是直通上马了，恭喜。然后他说也是突完了就受伤了，整整1个月跑了200多公里，我4月份也是200多，不到300，然后说现在就降到了3分29。我倒还好，我降到可能3分26，所以我还行。因为在这过程中，我顶了一场武汉全马跟波士顿全马。我觉得比较庆幸的是有波士顿这场马拉松，它要是一场大阪马拉松，也许我就放弃了。波士顿这因为你都退不了了，就硬着头皮去，到了以后也就到了。在波士顿那几天是其实伤比较就呈下降的趋势的那几天，那一天去这个超市走那台阶儿，抬腿都费劲。但是那一场比赛跑完就开始变好了，就很神奇。一般的理解都应该是我大负荷用了以后应该坏才对啊，但是这事儿就是这么神奇。所以这人不是那么多的科学能讲明白的，或者不全是。但是那位小伙伴就说，你想之前能跑到3分25的 LT2 上半马能直通的肯定都是高手，他就说也是好了以后很快就能好起来。所以老说能不能顶，你看我的大阪半马、上海半马基本就顶在比我阈值慢一点的配速下，就到最后真的是不行了。但是那时候那不行，靠的就是平时维持住你的阈值能力，那个时候才能吊住那一口气。但是还是得认真的和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往上顶这件事儿。就好些东西在不同的强度区间下，人体的反应不一样，建议大家都按时按质量的把体检做好，然后把生活做规律。我是因为我跑的年限长了，就不谦虚的说，我觉得我水平到了，所以我虽然昨天没睡好，我今天还是执行计划。但是对我训练营的小伙伴，如果成绩还在3小时以外的男性，我就劝他，我说如果没睡好，就睡了4、5个小时、5、6个小时不舒服，今天强度就不顶了。人跟人是不一样的，就不能拿别人的能力要求自己，但是也不能就比方说我羡慕会长的能力，但是我也要不来，你吃不下那个训练量和那个训练强度。这个每个人接受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就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吧。其实我的判断，今天我跑20个也可以，我保守了，但是也还好。周6的集体跑再跟大家来一场，现在正是
就刚热一点，能出汗，正是一个好天气。等到夏天，等到最热的时候，这边就难受死了。大阪整个的气候和上海几乎是一样，但是好像最热那几天没有在上海那么热。这儿很少能到40度，因为这儿人跟车都太少了。可能整个这城市常住人口，我不知道200多万，然后车也特少。平城京，这就是我第一次10公里跑进35分的那场比赛。野狗先生穿了一件佐吕间湖100公里的卫星，他也去开普敦。我、大河原先生还有野狗先生，嘿，到了开普敦又能和大河原先生一起喝咖啡或者吃饭了，奇妙哈！你看我们俩在大阪一起吃过饭，在台北一起喝过咖啡，在上海一起跑过步。你们祝大河原先生上海马拉松抽签中签吧，他报上海马拉松了。但是按说海外报名中签率应该是挺高的。大河原先生要是上马中签，我们就上马一起跑了，是不是？开心的一场旅行。这要是在开普敦在一起喝咖啡，不知道开普敦的咖啡好不好喝。反正这儿的咖啡是很一般，特淡。我现在特想念墨尔本的咖啡。我觉得我去过这些地方，就墨尔本的咖啡是我觉得最好喝的。嘿，小伙伴们，5月14号星期四回来了，今天一共14公里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在想，这个就开始好起来了。这个楼要盖好了，看新楼啊，好大呀！这不知道一层几户。像开普敦这种5月的比赛，就非常靠后的这种比赛，好像跟兰州是同一天，对，和兰州是同一天。明年应该要去兰州，因为只有去了兰州，好像才能去那个拉萨那个半马。我有这个想法。不知道多少朋友去跑兰州马拉松。我们同一天把这个赛季结束，这确实这么靠后的比赛就不冲成绩，不备赛了。我们就认真的当一个以赛代练，2小时50左右给他跑完就好了，就顺顺利利的，看看有没有时间在周围玩一玩。最近工作也挺忙的，好多事儿都挺忙的，慢慢来吧。正好赛季也结束了，之后就开始场地赛了。6月份第一场5000米我报了一个，在长居，6月10几号可能是。之后还有一场是7月5号的，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报，在和歌山那边的一个田径场。因为6月最后一个周日去佐吕间湖那100公里，等于就是下一个周日就是那个场地赛，我不知道跑得了跑不了。但是没去过那边那个田径场，还没想好。就进入场地赛的日子了。你看高驰发布那个雅各布那个联名款，那个好看哦。前2天 MCP 高驰那有好多玩法。最简单的玩法，小伙伴们可以让 AI 给你画海报，比方说某一次比赛的，或者是某一个月的训练的等等。那个现在画某一次比赛的可能数据还差一点，他没法给你那个分段成绩，但是会有的，我已经反馈过了。好吧，开心的一天，那就这么着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